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康百会，我是陈雪。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很多朋友都有的困惑，为什么人过60，明明没啥大病，腿脚力气却越来越弱，肌肉也感觉松垮了？这可能和一个叫做合成代谢抵抗的情况有关，而您晚上的睡眠甚至可能在不经意间加剧肌肉的流失。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个工厂，白天吃饭就像为工厂补充燃料，但夜间睡眠的漫长几个小时里，身体断了燃料供应，可心脏、大脑等器官仍需能量维持运转。这时，身体在无奈之下，可能会启动应急预案，分解您宝贵的肌肉蛋白质来供能。这就好比为了取暖，把房梁拆了当柴烧，长此以往，身体自然会感到虚弱。但请不要灰心，知道了原因，我们就能找到对策。关键在于抓住睡前约半小时的黄金窗口期，通过摄入特定的营养，可以有效阻止夜间肌肉的分解，并促进其修复与生长。接下来，我将为您介绍几种经过科学验证的护肌营养素，它们能帮助您的身体在夜间切换至生长模式，尤其是排在首位的一项。研究显示，即便不额外锻炼，它也能显著提升夜间肌肉合成效率。如果您觉得这个话题有帮助，请点赞支持，也欢迎分享给更多朋友。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聊聊这些重要的营养素。今天我给您把这8样夜间养肌宝从后往前一样一样说透彻。咱们先从第8名开始，这是一种好吃不贵还特别有效的食材。第8名，茅屋芝士，也叫卡特基奶酪。一说这名儿，可能有些朋友觉得陌生，但在营养专家眼里，它可是响当当的夜间肌肉守夜人。您心里可能嘀咕，睡前吃奶酪，那不腻得慌吗？这里头的科学道理在于它含一种特别的蛋白质，叫酪蛋白。咱简单说说蛋白质的分类。您可能听过乳清蛋白，健身的年轻人喝的那个，吸收特别快，跟干柴似的，一点就着，烧得猛但也灭得快。可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晚上一睡7、8个钟头，需要的是细水长流。酪蛋白就不一样，它有个绝活，遇到胃酸会变成像果冻一样的凝胶，消化得特别慢。这就好比在您身体里安装了一个缓释胶囊或者点滴瓶，在您睡着后的漫漫长夜里，它能量身定制般平平稳稳，源源不断地把修复肌肉需要的氨基酸送到血液里。这可不是我瞎说，英国营养学杂志上就有过硬的研究。他们找了一组60岁以上的朋友，睡前吃点含酪蛋白的食物，结果发现这组人睡眠期间的肌肉合成率比那些空着肚子睡觉的人足足高了30%。您可别小看这30%，这就好比2家银行，一家每晚偷偷扣您钱，另一家不但不扣，还给您发点利息。这一进一出，日积月累，对咱们保持腿脚有劲，防止摔跤意义太大了。那具体咋吃呢？陈雪给您个贴心小食谱，睡前30到60分钟，吃大约半杯的低脂原味茅屋芝士。为啥强调低脂原味？因为咱们要的是优质蛋白，不是多余的热量和糖分。我知道它单吃有点淡淡的酸味，咱可以给它打扮一下，切几片香蕉进去，香蕉里的钾能防腿抽筋，或者撒一丁点肉桂粉，提香还能帮血糖，哪怕加小半勺蜂蜜也行，但千万少放，糖多了容易上火。家里有奇亚籽的，撒上1小勺，那就更完美了。补充膳食纤维和对心脏好的欧米伽3脂肪酸。它还有个隐藏好处，富含色氨酸。很多老朋友睡不踏实，这色氨酸是天然的安神剂，能帮着大脑放松，进入深度睡眠。而且它质地软糯，特别好消化，就算肠胃比较娇弱的朋友也能试试看。第7名，水煮蛋，您可别因为它太普通就瞧不上。在营养师看来，这颗蛋简直就是一颗天然的全能营养丸。为啥特别推荐睡前吃呢？
首先，一颗蛋里大概有6克最优质的完全蛋白质。啥叫完全？就是人体自己造不了，必须靠吃来补足的9种必需氨基酸，它一样不辣，而且比例完美，咱们身体吸收起来特别顺当。但对咱60岁以上的朋友，鸡蛋还有个更关键的作用，它富含一种叫亮氨酸的宝贝。您可以把身体长肌肉想象成发动汽车，亮氨酸就是那把点火钥匙。年纪大了，身体这辆老车的点火系统有点锈了，用普通的钥匙吃一般的饭菜可能打不着火，而鸡蛋里高浓度的亮氨酸就像一把特制的好钥匙，能强行拧动开关，启动肌肉的修复程序，这对消化吸收能力下降的老年人来说太关键了。有研究为证，一项持续12周的观察发现，每晚睡前吃一个全蛋的老年人，他们的肌肉保留程度比不吃的组高了 19%。更可喜的是，他们体内一种叫 IGF-1 的修复对长水平回升了，这指标通常年纪越大越低，它的回升说明身体夜间的自我修复能力被唤醒了。这就是为啥很多人坚持吃一段时间后，感觉早上起来腰不酸背不痛了，头天的疲劳消得也快了。做法上为啥非得是水煮蛋呢？这里头有讲究，水煮的方式能最大程度保留蛋白质的活性，而且好消化。不像晚上吃饼干、点心那些全是淀粉和糖，血糖刷一下飙上去，既伤血管又干扰生长激素分泌。鸡蛋几乎不含碳水，像个平稳的能量小仓库，不刺激肠胃，也不让血糖坐过山车。陈雪再教您个升级吃法，包好的水煮蛋上撒一点点姜黄粉，再配上一点黑胡椒粉，这俩是黄金搭档，因为姜黄素抗炎效果好，但难吸收。黑胡椒里的胡椒碱就像一把钥匙，能把吸收率提高好多倍，帮助对抗身体里那种让人不舒服的慢性炎症。如果晚上容易饿，旁边再放几颗蛤蜊肉，它里面的特殊脂肪酸能延缓胃排空，让氨基酸像小溪流一样整夜滋润您的肌肉。第6名，橄榄油浸金枪鱼罐头，这个组合可能有点新鲜。我知道很多朋友习惯晚上清粥小菜，觉得鱼啊肉啊是正餐的事，但在我看，对于肌肉流失快的朋友，这真是个好选择。金枪鱼是深海鱼里的蛋白优等生，脂肪低，而且那种关键的点火钥匙亮氨酸含量很丰富，但关键点在于一定要选橄榄油浸的，别买水浸的。这不光是为了口感，更是因为橄榄油里丰富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进到胃里能自然减慢消化速度。您可以把这层油想象成一个时间调节器，它让金枪鱼的优质蛋白不至于一股脑儿被用光，而是慢悠悠、持续的释放氨基酸，保证您睡着的7、8个小时里，修复原料不断供。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2020年就有报告说，睡前摄入富含蛋白质和 Omega-3 脂肪酸金枪鱼和橄榄油正好都有的老年人，他们夜间的肌肉合成率比吃清淡餐或空腹的人高出 30%到 40%， 体现在生活里就是第二天起床身体不僵不痛了，睡眠更深，连维生素 D 的利用都更好了，这等于给身体全面充电。具体吃法要注意，每次半罐就够了，可以搭配几片黄瓜或全麦苏打饼干，觉得味道寡淡，挤几滴柠檬汁，撒一丁点海盐，但千万避开沙拉酱、蛋黄酱，那些东西全是反式脂肪和添加剂，吃了肠胃负担重，反而睡不好。简单来说，金枪鱼提供砖瓦，橄榄油提供慢速传送带，合作让您晨起轻盈，步履稳健。第5名，希腊酸奶，这可不是普通的酸奶，它是集修复肌肉、养护肠道、补充钙质于一身的多功能选手。为啥特别推荐希腊酸奶？因为它工艺不同，经过反复过滤，去掉了大部分乳清和乳糖，等于把牛奶的精华浓缩了。结果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能达到普通酸奶的2倍，糖分却很少，而且里面很多是咱们前面说的夜间慢速蛋白、酪蛋白。
再加上它自带的活性益生菌和丰富的钙，就构成了护肌、养肠强骨的铁三角。有研究让老年人在睡前吃以希腊酸奶为主的高蛋白点心，6周后，他们夜间的肌肉合成效率提升了约 20%。科学家还发现，他们肌肉细胞里的发电机线粒体活性增强了。这也就解释了为啥很多人坚持喝一段时间后，早上起来不再浑身乏力，感觉精力回来了。吃的时候，记住睡前30到45分钟，半杯原味无糖的就够，一定要避开超市里那些草莓味、黄桃味的，那都是加了不少糖的。觉得酸，可以自己加几颗蓝莓，撒点肉桂粉，或者加1茶匙奇亚籽，补充纤维。里面的钙不仅是骨骼需要，更是让肌肉放松，防止夜间腿抽筋的信号兵。益生菌则能平衡肠道，减少全身的慢性炎症，让营养吸收更好。这一小杯堪称全身夜间守护者。第4名，姜黄温热牛奶。这杯传统的安神饮藏着大学问，对60岁以上的朋友，它能一石三鸟，护肌肉、抗炎症、促深睡。牛奶里80%的蛋白质是酪蛋白，适合夜间缓慢功能。它还是钙的最佳来源之一，更含有能帮助大脑合成褪黑素的色氨酸，天然助眠。但今天陈雪教您给它加点料，变成黄金修复奶，那就是加姜黄。姜黄里的姜黄素是自然界顶级的抗氧化、抗炎成分。年纪大了，身体里难免有些慢性的低度的炎症，就像机器零件生锈，它是导致肌肉流失、关节酸痛的元凶之一。姜黄素就是强力的除锈剂。当牛奶的蛋白质负责修补肌肉纤维时，姜黄素就在一旁清除修复路上的炎症障碍。有研究显示，睡前喝富含蛋白质饮品的年长者，夜间肌肉合成效率能提高 18%。如果里面加了姜黄素，第二天晨起的关节僵硬和疼痛感会明显减轻。这不是偏方，是有科学依据的夜间修复方案。做法关键是牛奶加热到温热就好，别煮沸破坏营养。加入约1/4茶匙姜黄粉后，务必再加1小撮黑胡椒粉，这能让姜黄素的吸收率翻好多倍。可以加极少量的蜂蜜调味，但糖是炎症帮凶，一定要少。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以用强化了钙和蛋白质的杏仁奶、燕麦奶代替。这杯下肚温暖的液体安抚神经，姜黄在体内消炎灭火，氨基酸在您睡梦中悄然修复，效果实实在在。第3名，纯杏仁浆。很多人觉得它就是抹面包的，油乎乎不健康，这误会可大了。在懂行的人看来，这一勺酱是个浓缩的夜间能量胶囊。它富含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消化慢，能像一块耐烧的硬木，整晚提供平稳的能量流，防止身体因缺能量而分解肌肉。它更藏着宝贝镁，镁是天然的镇静剂，能帮助紧绷的肌肉彻底放松。它还含有维生素 E， 能修复细胞膜。这里有个重要对比，睡前吃饼干水果，血糖会骤升骤降，反而破坏睡眠，而杏仁酱的血糖反应是一条平滑直线，对夜间维稳特别好。2020年有研究发现，习惯睡前吃点杏仁制品的老年人，身体留住蛋白质的能力氮平衡提升了 17%， 而且那种夜间会分解肌肉的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下降了，这等于给身体筑了道防线。吃法超简单，睡前30分钟，1汤匙纯杏仁酱，注意买配料表只有杏仁的，别买加糖加氢化油的，可以直接吃或抹在全麦面包上，配苹果片。它还能预防夜间腿抽筋，因为富含镁，稳定血糖，避免半夜饿醒，对牙口不好，晚上不想多吃的老朋友，这一勺营养又省事。第2名，100%纯酸樱桃汁。请注意，是酸樱桃，不是甜的，这可不是普通果汁，而是功能型饮品，专克睡不好和浑身疼。它厉害在2点，一是花青素，抗炎能力一流；2是纯天然的褪黑素，助眠无负担。
逻辑很妙，炎症少了，肌肉被破坏就少，褪黑素多了，睡眠更深。深度睡眠中，生长激素分泌才旺盛，才能好好修复肌肉。这是个消炎、助眠、修复的完美循环。2019年一项针对50岁以上人群的研究发现，坚持睡前喝酸樱桃汁的人，几周后晨起肌肉酸痛感减少了1/4，睡眠质量评分提升了18%，因为它降低了体内的氧化应激，就是身体生锈老化过程。喝法有讲究，睡前30到45分钟，喝120到180毫升，关键看标签，必须选100%纯酸樱桃汁，且无添加糖，口感偏酸涩正说明成分足，可以兑点温水或加几滴柠檬汁调和。它好比一个天然的关节灭火器和睡眠调节器，在您不知不觉中守护健康。第1名乳清蛋白奶昔。终于到了压轴的王牌，很多朋友一听蛋白粉就摇头，那是年轻人练块头的，这观念该更新了。在临床营养学看来，对60岁以上的朋友，优质乳清蛋白几乎是最高效、最科学的抗肌少症营养方案之一。即便您不运动，它也能在您睡眠时默默帮您守住肌肉防线。它的核心价值在于含有全部9种必需氨基酸，且亮氨酸那个肌肉合成的点火药池浓度非常高。年纪大了，身体迟钝了，需要更猛、更精准的药式才能启动修复程序。乳清蛋白吸收快，能迅速提升血液中氨基酸和亮氨酸浓度，强力凝冻开关。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2011年一项针对65岁以上人群的研究很有说服力。睡前摄入约40克乳清蛋白的老人，即便不额外运动，夜间肌肉合成率也提升了22%，同时肌肉分解被抑制。这说明只要营养给对，躺着睡觉都能长力量。长期坚持，腿脚有劲，摔倒风险自然降低。喝法方便，睡前30到60分钟，一勺优质乳清蛋白粉，建议选分离乳清蛋白，乳糖不耐受也能喝，用清水或无糖杏仁奶冲开。可以加半根香蕉或少许肉桂粉调味，但千万别加糖或奶油，它吸收快，亮氨酸足，证据确凿，操作简单，能刺激身体分泌修复所需的生长激素，是当之无愧的夜间肌肉合成效率之王。好了，朋友们，今天在安康百会聊的内容很充实，最后我再用1分钟帮您把珍珠串成项链，您记牢这几点。首先，转变观念，夜间长睡眠不是肌肉的流失期，而是修复的黄金期。能不能利用好，就看睡前有没有送上对的建筑材料。其次，这8样护肌宝，您可以根据情况选。第1名乳清蛋白奶昔，效率之王，启动快。第2名酸樱桃汁，消炎助眠，浑身舒坦。第3名杏仁酱，富含镁，安抚神经肌肉。第4名姜黄热牛奶，温润抗炎，护关节。第5名希腊酸奶，蛋白钙均同补，养护全面。第6名橄榄油净金枪鱼，优质脂肪配蛋白，长效供能。第7名水煮蛋，经济实惠的点火器。第8名茅屋芝士，慢速释放的守夜人。最后行动有3条铁律：1卡时间，睡前30到60分钟吃；2看标签，选纯净、无多余添加糖和坏脂肪的；3要坚持，别求速效，养成习惯，细水长流。肌肉静悄悄流失固然残酷，但用对方法，我们完全能把它养回来。光说不练假把式，陈雪邀请您一起做个7日小改变。从今晚起，从上面8样里挑1样顺口的，连续吃1周，然后回来告诉我，是不是睡得更沉了？早上起床是不是感觉身体轻松点了？如果您愿意为自己做这个尝试，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行动。让咱们安康百会的老朋友们互相鼓劲，把那份该有的活力与自在稳稳地找回来。我是陈雪，咱们下期再见。